這是一場硬仗，這不是容易的，這不是討好的。我去了北京之後，明顯感受到在美國內部有很多跟我同樣想法的朋友，這不是好事嗎？那你希望看到台灣的政治人物就要喊打喊杀嗎？我希望我的讯息是向全世界傳達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會去舊金山，去波士頓，會去 MIT， 會去哈佛，會去紐約，會去哥大，還有智庫，還有華府，當然就是國會議員、行政官員、行政部門，還有他們的2大智庫，然後其他的華府的一些研究員啊、學者，他們就是可以共同的一起來參與。那另外當然還有就是喬燕，最後呢到 LA 到洛杉磯，由洛杉磯回到台灣。這一次去美國，我自己個人自我的定位，為什麼我要先去北京的原因，是因為當全世界都認為兩岸兵凶戰危是非常危險的地方，一觸發，我要怎麼樣能夠扭轉，而且走出一條不同於邁向軍事衝突戰爭的和平的道路。這一條道路是全世界都樂見的，首先就是要取得來自北京同樣的善意跟回應，否則的話，台灣比較小，台灣不想要打仗，可是這變成只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如果沒有來自北京的善意，那麼這件事情就不成立。我已經在互动的過程當中感受到對岸的善意跟誠意，而借由這一次的大陸行到最後的政習會，更是非常清楚的表達了來自於對岸期待和平穩定訊息。光是這樣還不夠的，是需要國際社會的理解跟支持的，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支持。馬上緊接着川習會就登場，1個多月後，就是透過2大領導人清楚的表達了希望中美能夠往友誼的方向、合作的方向，而不是對抗方向。中美都希望來為區域的和平跟穩定來盡力，共同意願，而達成了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中間最大的導火線就是台獨，就是在這一次的川習會清楚的界定了出來。而回去了以後，川普也多次的表達了不希望看到台灣走向台獨，而美國也不会為了不負責任的台獨而出兵，所以把這個事情界定的比以前更加的具體而清楚，這樣的一條路線已經開啟了。我希望這一次到美國去，我說了，台灣不會只是大國博弈的籌碼，被交易的對象。我們要有話語權，我們要有主導權。對台灣利益最100%符合的，當然是和平繁榮。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方向也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不可諱言的，過去超過10年以來，那種重新啟動冷戰2.0，然後逆全球化，而且開始對中國仇中反中，在西方在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主流。那麼在華府大家也都很熟悉很多所謂的對華的鷹派，這種長期冷戰的思維，我們要如何去轉變美國的國家戰略，美國的國際戰略？美國可以主導和平的進程，美國當然是最關鍵的主導力量，所以美國跟北京合作去啟動和平的進程，是台灣所樂見的，對區域是好的。因為日本、韓國、大陸東南沿海到台灣、到香港、到新加坡，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富庶、人才最多、科技最進步、市場最大、資金最豐沛的一個地方。如果美中共同整個的區域往和平繁榮方向來努力，而不是第一島鏈的戰爭思維，這個重要的關鍵角色是誰？就是美國。川普總統也在這樣同樣的時間點做出了同樣的承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契機，結束冷戰的思維，把第一島鏈改成和平繁榮島鏈。我看到對岸也是很正面的回應，所以這絕對是一個大的氛圍。我相信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這些國家也一定樂見，不希望看到這個東亞成為一個好像戰雲密布的地方，一觸即發的地方，而因為一念之差，說實在的，你就可以把它轉變成是一個大家可以共享和平紅利的地方。他们是好不容易看到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機會，有政治人物做這樣的一個主張，而不是學者的論述而已啊。同時也得到了來自北京習近平本人的正面呼應，然後再加上可以說不可思議也好，或者是說這是一個歷史上面的一個重大的一個發展也好，這是一場硬仗，這不是容易的，這不是討好的。
但是我去了北京之後，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事實上在美國內部有很多跟我同樣想法的朋友，他們可能是重要的精英教授，可能也是華府圈子裡頭的前官員啊，或者是智庫啊，或者是學者，或者是企業，希望看到美中的和解跟合作。這中間，台灣的權益只會受到保障，而不會受到損害跟出賣。所以台灣當然是重要的角色。修昔底德陷阱的這位教授，就 Graham Allison， 他也邀請我到哈佛去。我就舉這個例子，您真的關切兩岸事務的這些大師們、學者們，深入的去討論這個議題。我覺得美國的聰明人很多，精英很多，厲害的人很多。那麼我希望他們也真的能夠集思廣益，為美國找出一條真正符合美國國家利益，也符合大家利益的一條大家都贏的道路來。是，我希望去促成這件事情，因為和平可以迸發出多少人類文明不能想象的高度。這邊高科技 AI 的合作，那會有不得了的成就，而且在這邊可以創造更大的餅，更多的繁榮跟經濟的成果，讓大家共同分享。站在台灣，我們是當事人，我們是首當其衝的。而台灣不只是在軍事戰略上，台灣也是在半導體上稱霸全世界的高科技產業。台灣在經濟上，在民主政治上面，我們有非常高的戰略價值。我希望從台灣出發到美國去，告訴美國人共同的交換意見，這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這2天也見了一些就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大佬，是他們也非常的期待，尤其跟我談到就是說，事實上美中的高科技產業是互補的，不要对立，這事實上是會影響全球經濟的發展跟進步的。那大家都會受害。可是如果美中能夠整合的話，我就說這對人類整體的發展那是不得了的。所以即便台灣很多的高科技大佬也都感觸非常的深，都非常的期待，他們在看到鄭習會跟川習會之後，非常的期待，如果真的往這個方向走的話，那是一個全新的未來跟世界。我真的非常期待北京跟華府的政治領導人都有同樣的格局跟視野，帶着世界往和平繁榮的方向走，而不是對立跟衝突的方向。我想這非常非常關鍵，因為中美的敘事改變，台灣如果不跟上，就會像民進黨現在繼續成立於什麼非紅供應鏈啊，繼續成立於要給多少軍購。我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給主席當面肯定，就是軍購的事情，3000億加4800億，再加上民進黨要的4750億，合併是1.25兆，是最後3000億堅持了下來。一場所謂青鳥集結的挺軍購大遊行，說60個團體還是40個團體來了100多個人，那一個人代表2個團體是怎樣？這莫名其妙，2個團體代表一個，我覺得很荒謬啊。但是這個荒謬其實就是整個風向大改。有時候大格局的東西，大家可能沒辦法馬上看見，但是大格局的東西定下來之後，它後續的發酵跟影響是非常強烈的。從對抗敘事走向合作競爭敘事的過程當中，台灣要有什麼樣的自主敘事，尤其怎麼樣去遷入到這整個體系？接下來最大的麻煩是如何說服大家？那你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包含在26年的選舉，會不會上升到針對敘事的一個討論？如果是這樣，其實我覺得是好事，因為任何事情都繞不開兩岸、中美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地方大選還是沉溺於那種，也很難應對大變化。美國也有其中選舉，不是只有台灣有期中選舉，我們是地方選舉，那美國是期中選。那麼在這個期中選舉年，大家也都知道，美國現在內部紛紛擾擾，川普呢也面臨非常多棘手的問題。可是川普這一次的北京的訪問，是不是可以讓川普重新取得政治聲望？還有對川普的期中選舉的效應是什麼？這就是一個大家觀察的重點。政治就是很現實，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的準備是在5月15號的川習會之後，馬上就確定了在9月底的時候，習近平夫婦會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因此在川習會之後一直到9月份，這個主旋律是不會改變的。另外在11月的時候的 APEC 這次在深圳，所以主人是習近平，也會再一次的跟川普見面。到了12月年底的 G20， 中美2大領導人都會再見。今年一整年，從我見習近平開始，那個基調就是往這樣的一個方向在走。
走，一直到年底。你可以想見，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是往這樣子的一個方向，包括美國川普在內，大家可能會高度的去關注說，因為他一回來就已經宣布了對台灣的軍購是暫停。那事實上之前就已經有很清楚的跡象。那麼一直到9月份，習總書記再到美國去訪問的時候，川習高峰會會再做出什麼樣子的承諾跟宣示，這個也是大家一定會高度的關注。我的意思是說，這一整年的痛調已經幾乎是定調往這樣的一個方向了。那麼對我們年底大選的影響，這樣的一個大的背景，這樣的一個大的方向，事實上它已經徹底暴露出民進黨路線已經窮盡，走投無路，是也對照出國民黨所要承諾的和平才是符合大家的意願以及現在的國際趨勢跟潮流。這當然有助於我們整體選舉的氛圍，這樣的一個大氛圍是有利，更何況和平會帶來很多的紅利。那麼對於台灣的產業，對於台灣各種選民來講，這是他們10年來嗷嗷待哺非常期待的方向，這一些都會成為選舉上面的助力。那當然地方的選舉候選人還是影響很大的，每一個不同的縣市的狀況生態，還有地方上面的議題，這些還是會占有非常大的一個比例。我們只不過是在上半年，我一直強調，在6月把這樣子的一個基調把它定下來。我們世界上是往這個方向在努力的，但這是很辛苦的，這中間也充滿了很多的困難，也不是一步可以到位的。美國長期的仇中跟反中的那樣的一個氛圍，重現冷戰2.0氛圍，事實上已經其來有自，行之有年了。所以要轉變是需要一個過程，我們只是希望對台灣有利的，我們盡量的全力的去爭取。僑委會一直在美國反動員，這個徐家清呢，他們就發了一個聲明，僑委會竟然把錢給台獨團體，然後台獨團體做的文宣上面沒有半張青天白日旗，這樣也審得過。然後他們僑委會勸阻所有的僑務榮譽職的人員要來抵制我的僑業，然後還勸阻他們不要協助安排鄭麗文去拜會官員或者是議員任何的這種節目。我覺得這個僑委會，第一個不要把這些鍋甩給底下的僑委會的工作人員，說他們很辛苦，我這樣子講他們不公平。那今天如果不是你民進黨下的令，不是你徐嘉欣下的令，他們要去做這些事情嗎？所以真正要对僑委會的公務人員道歉的是民進黨政府，是徐嘉清。另外在國會，我講的不是僑委會，我講的是FAPA，他們也在國會游說說，到美國國會議員不要見鄭麗文，所以他們一直在美國很緊張的全力的在反動員，他們也在全力的游說讓賴清德過境美國。我都不想講了，然後還在那邊放謠言說我們請公關公司，是誰請公關公司在幫賴清德游說，大家心知肚明，還要把這個鍋蓋到我的頭上來，我們國民黨哪來的錢啊？拜託好不好？這些反動員，你們拿國家公帑，居然在扯在野黨黨主席的後腿，還好意思出來回應，還好意思出來講我，所以我這一次去美國，他們不是只是新聞做假新聞修理我、扯後腿、唱衰而已，是真的在美國在華府一直游說扯後腿，然後說不要去參加，不要去幫鄭麗文聯絡，不要見鄭麗文。你看看，我難過的是，這就是在外國人眼中看到台灣政府是怎麼在對待在野黨的。這就是我們引以為傲的民主，連一個最基本的民主風度跟依法行政中立都已經守不住了。所以我很期待鄭麗文這次去大陸，我希望他能夠大肆發揮，必要的時候跟美國各界舌戰群儒啊，這個是他有的這個能力，而且我也可以期待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一次啊，他有所主張而去，他在宣揚一套主張，他是一個 advocate， 所以我覺得適合美國的文化，個性也很直爽，美國人不要圈子，那些扭扭捏捏的事就不要做，新台灣人的形象，那代表不同的聲音，我覺得這個聲音對目前的打破兩岸僵局啊，讓美國認清台灣真正人民的選擇，我覺得極有幫助。我預祝他成功，而我認為也會很成功。華府那邊說是它是一個權力場，也是一個金錢場，你要擺什麼場，再看投入多少資源。
我也可以在美國國會辦一個歡迎會。那問題你要對那些國會議員，你要長期經營啊，你要有所奉獻啊。因為我以前在華府很熟啊。那現在這些資源都掌握在民進黨手裡。是的，民進黨拿國家的錢在搞黨務嘛，所以他用國家的錢，事實上那是很大筆的，所以他們一定是在中間在圍堵嘛。鄭麗文在美國政治中心的來的機會，那我認為他的重點在論述的一個發表論述，就是跟美國的學術界智庫深入的交流。現在美國的智庫學術界已經對他產生高度興趣了嘛，我覺得已經未戰先贏。另外還有美國的會議員一些長期跟藍營和友好的，我想不在華府見面，在他們的駐地見面在這個加州啊，我想在喬宴的時候應該會有很多這些美國的當地的這些政治人物都會與會的。那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会是一個很成功之旅。是習近平總書記他提到的就很關鍵，所謂的修習底德陷阱不必然發生。那他知道美方關切这個，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北京用華府聽得懂的話在跟華府溝通。晚宴的時候還說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可以並行不悖，兩個國家目標可以相輔相成啊。正好我覺得現在離選舉還有一段時間這段時間跑一趟美國，這個是很明智之舉。對於國際重要國家對兩岸議題的看法，它會有更精準更一手的了解，這個蠻重要的。領導人物就是不能夠閉門造車，要走出去跟人家接觸，再精進自己的論述，再了解客觀情勢的趨勢發展在哪裡。那我覺得他本身所代表的，第一個他是最大反對黨，现在這個民進黨政府是少數執政，它合法性就有問題啊。對，這是我們憲政體制上一大缺失，少數可以執政。那另外一方面，台灣的狀況也被搞得兩岸關係岌岌可危。我想鄭麗文會受到各方的關注，而且美國媒體對他的歡迎程度會超出你預期，我預計會對他的論述非常非常有興趣。鄭麗文去了一趟北京之後，其實很大程度的是怎麼想的台灣問題。當然，這個川普跟習近平直接對話講了非常非常的明確，可是我覺得他還是有很多的一個內核，他必須透過台灣怎麼想做更深度的交流。從大方向就是台灣民意的轉變，對於現在長期執政的民進黨兩岸路線的一種不滿。那這個路線圖不僅對於台灣有利，對大陸有利，對美國更有利，可以避免美國走向一場戰爭。台灣問題，台灣人扮演重要角色，台灣人才是繫鈴解鈴者，不是這個外面的這些強權。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問題真正關鍵在台灣本身，必須要台灣人民做出選擇，那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也是歷史上最正確的選擇，符合歷史。這是我覺得這一行很重要的一個點，破除長期所謂國民黨內部親美派把持南美溝通的所謂的渠道。這一行他建立起自己的溝通渠道，我覺得非常重要，因為這個才可以向美方傳達一個，如果有一天國民黨回來執政的話，尤其現在這個2628的態勢逐步在明朗化的時候，國民黨不會做出誤判，國民黨不會推動台獨，國民黨會推動兩岸交流對話。那跟現在中美新的態勢，因為我覺得最大問題是這些所謂過去的藍美人就是他自認為是替美國講話，監督在台灣的政治必須要對美國人要言聽計從，講白了，把古立人當神拜這樣的一個人，他們的邏輯還停留在冷戰對抗的敘事。可是很明顯是習川見面之後，中美所謂的 G2 新常態，它事實上不是對抗敘事，它是合作競爭敘事。這樣的敘事在目前為止，國民黨所謂過去的我們說藍美派，並沒有辦法做出應對跟論述框架上的調整，他們依然在冷戰的敘事框架的格局裡。這是我所觀察到。我覺得鄭麗文這一行如果能打破這個框架，並且建立一套屬於現在國民黨的一個新的敘事，在G2之下，國民黨如何來進行所謂對美關係、兩岸關係的一個敘事，然後不要變 troublemaker， 能不能夠創造兩岸的和平交流，甚至就像中美一樣，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能不能夠穩下來？因為鄭麗文之前他上台的時候，他就宣示說他要建立兩岸的對話常態化，然後並且有可以把關係給固定下來，不要每一次如果換黨執政換人的話，就出現關係又升風波這樣的狀況。我覺得這是符合中美G2敘事的，我也符合美國利益啊。他很強調一點，就是說他的路線對美國來講是對區域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的和平穩定都有極大的因素、極大的貢獻啊。我們在台灣，我們就把這個船穩住嘛，不要把這個船搖搖晃晃，把它搖的這個大家都被扯到這裡面來。所以我覺得他把台灣人對台灣的主權、主控權抓回来，不是說一切依賴美國，依賴就配合美國、配合日本。台灣人把台灣的利益自己抓正了，第一顆扣子扣好，什麼都順。
我們也不必天天買那邊武器幹嘛。很多這些我看坊間人說，買那麼多武器有什麼用？打也打不過，買來幹嘛？而且呢，這個裡面弊端叢生呢。我覺得台灣要一條新的方向，鄭麗文代表的就是一條新的方向。鄭麗文的路是越來越寬廣，這一行成功，第二個就變成這個美國這一行啊也很順利，這表示他的執行力很強，對於政策他是認真。這一次去回來以後，他大概就要開始投入選戰，就很忙了，事情會非常的多啦。國民黨的基本盤越來越穩定啦，在台灣內部的基本，所以他很快的搞定2樣重要選區的提名。懷疑他能不能落地落實，最主要是他過去他的從政經歷主要是在宣傳方面的發言人啊、文傳會啊，那這是他第一次去 handle 一個這麼大的組織，他怎麼去能夠落實他的政見？其實回頭看的話，政見確實就是照着說的推進。3月底要完成90%的提名，然後藍白合的推進，然後最後的最困難的選區就彰化，其實差不多了嘛。這對主席也說，他回來之後，會全力來投入地方的輔選的工作。那等於說把大框架蓋好了，然後做小框，做其他的一個部分。